如果说一对夫妻长达9年的婚姻不得不走向终点，你们觉得书写一个怎样的结局才是最合适的呢？当然，最理想的离婚方式肯定是保护好个人权益，然后体面的分开，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一般都很难做得到。就比如这对美国的夫妇，在浪漫的情人节当天前往海滨小镇度假，本想指望着此次旅行能够修复紧张的夫妻关系，但没想到上演了一起情人节惨案。房间突然着火，丈夫被烧得面目全非，而事发时妻子恰好不在房间，才躲过一劫。这看似是意外，可实则没那么简单，这完全是一部恐怖的悬疑犯罪片。死者名叫史蒂夫·赫里克，他的妻子名叫金伯利·赫里克。其实来度假前，他们的婚姻就出现了一些矛盾。史蒂夫是一名高尔夫球场主管，性格比较内向，而相比之下，妻子金伯利是个非常外向活泼的人。他从事外科技术工作，闲暇之余特别喜欢参加各种社交活动。就这样，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磕磕绊绊地度过了9年的婚姻。平时生活条件富足，期间还养育了一名女儿。可看似一切顺利美满，殊不知金伯利心里一直都有离婚的念头。她经常埋怨丈夫不合群，性格太过内向，不花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。史蒂夫则对此无动于衷，他不知道怎样改变自己才能迎合妻子。最后金伯利忍无可忍，提出了离婚。史蒂夫不同意，他希望妻子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，于是两人提出换一个环境，情人节假期去度假，来次缓和关系。对此金伯利也欣然同意。1998年2月14日，这对夫妇按照计划来到了圣迈克尔斯度假。度假村的套房设施服务都非常好，享用一顿丰富的晚餐后，酒店还安排了一场情人节限定的悬疑舞台剧。在表演过程中，剧情当中的新郎喝下了一杯香槟酒，结果在祝酒时突然倒地中毒身亡。剧情一环扣一环，观众们要想办法推理出他的死亡真相，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的入迷，恐怕史蒂夫打死都想不到，接下来自己的命运也将如出一辙。舞台剧结束后，这对夫妇就回到了房间。隔了一会儿，只见金伯利穿戴整齐走出了房门，似乎是有事外出。直到凌晨1点，金伯利才返回到度假村。可此时他走向房间，就发现大事不好，里面充满了烟雾。她呼喊着丈夫名字，没有人应答。金伯利赶紧跑去前台求助，一时间现场冒出了滚滚浓烟。菲利普·帕克就住在附近，在听到骚动后，立刻跑过去帮忙。眼看着火势越来越大，菲利普和酒店工作人员想办法闯入房间，抓住史蒂夫的脚，把他从火场里面拖了出来。此时的史蒂夫昏迷不醒，再仔细一看，显然他已经成为了一具焦尸，尤其是面部早就被烧得触目惊心。起初人们推测火是从床上开始烧起来的，因为根据金伯利的证词，丈夫从晚餐开始就一直在喝酒。看完表演后，他们回到了房间，史蒂夫又开始在床边喝酒抽雪茄。由于丈夫态度强硬，要求金伯利与其发生关系，两人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。金伯利更是赌气离开，准备开车前往家住在伊斯顿的朋友。但是由于他对这片区域不是很熟悉，他迷路了。天色已晚，他只好返回到度假村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也都看到了。金伯利推测丈夫喝得酩酊大醉，然后不小心把燃烧的雪茄遗忘在床边，所以点燃了大火。然而事实证明，案件并没有金伯利所说的这么简单。根据尸检报告显示，史蒂夫的血液当中不存在一氧化碳，呼吸道没有检测出烟灰，肺部也没有任何损伤的迹象。这就非常反常了，因为燃烧不完全的物质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，然后会随着呼吸进入死者体内，与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相结合，形成碳氧血红蛋白。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史蒂夫在火灾发生前就已经停止呼吸了。而最关键的是，他的血液当中不含酒精成分，因此法医推测史蒂夫死亡的真正原因很有可能是中毒，但具体是什么毒，又是如何进入他体内的，还有待调查。另一边，调查人员检测出现场烧焦残骸的样本，结果显示现场确实有使用过助燃剂来助长火势的痕迹。这么一来，金伯利就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，而且史蒂夫的家人提出，死者平时不抽烟不喝酒，怎么会突然抽起了雪茄呢？要知道有一次在高尔夫宴会上，推销员想要免费送他上好的雪茄，都被史蒂夫拒绝了。他还跟在场的朋友说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爱抽这种。后来警方也多次向金伯利求证，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。事发当晚，史蒂夫确实在房间里抽过雪茄，可雪茄的燃烧速度非常的缓慢，即便无人看管，最后也会自行熄灭，很少会出现引发大火的情况，因此存在着疑点。另外，酒店工作人员透露，他们房间的床上用品大多数都是经过阻燃化学物质的处理的，为的就是避免发生这种意外情况。这场大火多少有些莫名其妙了。很快，警方把调查重点转移到金伯利身上，事情的真相也渐渐的浮出水面。
原来这对夫妇之所以婚姻关系紧张，除了性格不合之外，还有非常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金伯利有婚外情。他正在与一名比自己小10岁的男人暧昧不清，所以一直想摆脱史蒂夫，不停地从他身上挑刺，想要离婚。可史蒂夫不同意，他本想借这次情人节度假好好挽回妻子，挽救婚姻，可没想到直接送了命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发现金伯利满嘴胡话，他所说的伊斯顿距离度假村也就15分钟的车程，怎么会花2个小时？就算是迷了路，金伯利可以打电话询问朋友，但他声称自己又不想吵醒对方，那为何还要去朋友家呢？简直是前言不搭后语。另外，金伯利还有比较反常的表现，就是他对尸检报告特别的关心，对待史蒂夫的亲人也非常的冷漠，而且还强烈要求尽快火化尸体。当法医提出要做额外的检查时，金伯利神情担忧，心神不定，很难让人不觉得他心中有鬼。而接下来便是最关键的证词。在金伯利所工作的圣十字医院的同事肯吉伯斯，大约在1年前就听说过金伯利抱怨过自己的丈夫。那次闲聊当中，金伯利形容自己的丈夫性格孤僻，不懂生活乐趣，两人还有吵架，有时候真想杀了他。本以为这只是气头上的话，肯还调侃他：“你就在手术室工作，顺便给他下点箭毒，他不就睡死过去了吗？”说完这话，肯发觉金伯利的神情严肃，不像是在开玩笑。肯以为他是生气了，赶紧补一句：“这些都是玩笑话。”但金伯利神神叨叨地说道：“我必须要完成这件事情。”另外还有同事作证，金伯利也跟自己提过，想要花5万美元请他杀害自己的丈夫。假如杀人能够逃脱惩罚，金伯利明天就想动手。现在想想，这些被同事误以为的玩笑话，全部都是他最真实的盘算。就这样，同事们的证词给警方带来了极大的帮助。于是他们顺藤摸瓜，又查到金伯利曾经为丈夫购买了人寿保险，当史蒂夫去世后，他就能获得至少40万美元的赔偿。后来警方又发现了一系列打脸的细节，就比如床头柜上发现的那包雪茄是金伯利购买的，再比如当天这对夫妇晚餐当中的酒水消费仅为5.5美元。服务员作证说，史蒂夫只喝了1、2杯啤酒而已。火灾调查人员也做了好几次试验，试图复制类似的火灾，但都失败了。在法庭上，首席法医提出，史蒂芬很有可能被注射了氯化琥珀胆碱，因此可以推断，这对夫妇看完表演后回到房间，金伯利则拿出了自己事先从医院偷来的氯化琥珀胆碱。这是一种肌肉松弛剂，通常来说适用于全麻手术时，维持骨骼肌松弛。而有些缺德的人就是拿这种东西制成毒镖毒针，然后射杀狗狗。氯化琥珀胆碱的药效极快，几乎一注射就会起反应，而且如果剂量过大，就会麻醉膈肌并停止呼吸。那大家想象一下，史蒂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注射毒药，随后就全身动弹不得，恐怕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妻子要做什么。如果琥珀胆碱的剂量不大，那么史蒂夫并不会直接停止呼吸，反而还能够亲眼看着妻子伪装意外失火的假象。金伯利点燃一根雪茄放在床边，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助燃剂，很有可能是打火机的液体。最终在火焰吞噬史蒂夫之前，他逐渐失去了呼吸。其实法医怀疑金伯利之所以选用氯化琥珀胆碱，应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过的。一方面，注射这种麻醉剂虽然会留下针孔，但一般极其的细小，很难被发现。另一方面，氯化琥珀胆碱的代谢速度非常快，除非死后继续注射，否则即便进行尸检，在血液当中仍然很难检测得出这种有毒物质。不过金伯利的辩护律师一直提出抗议，他表示起火原因存在着不确定性，没有确凿的物证能够证明金伯利是罪魁祸首。后来辩护律师还提出了上诉，声称史蒂夫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存在着自杀风险，他很有可能是自己服用了有毒药物才导致了死亡。最终经过了一系列漫长又复杂的审判，金伯利还是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。他因谋杀和纵火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，但直到最后，金伯利还是嘴硬说自己是清白的。可无论如何辩解，金伯利也改变不了他谋杀亲夫的事实，史蒂夫更是无法重获新生。令人唏嘘的是，婚姻破裂绝非一个人的错，如果一方去意已决，还是别强求的好，保护好自己，否则真的不知道对方会采取多么极端的方式来给这段婚姻画上句号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还听说过哪些极端的离婚事件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